如果你每天打開交易所查看某個幣種有沒有突然大漲大跌，其實這個工作不用專門去盯盤。我這台 Mac 使用一個小服務，它每過幾分鐘都會查看一下行情，如果正常波動，它什麼都不會做。如果一旦超過我設定的範圍，立馬電腦就會彈出提醒。今天這個視頻我會把整個的過程展示出來，你可以去嘗試。如果想要我正在運行的小服務，你可以在評論區告訴我，我會直接私聊發給你，讓你直接來運行。我先把今天做的項目說清楚，它叫 CryptoWatch， 它是一個運行在後台的小服務，它會監督最流行的幣種，比特幣、以太坊、SOL， 每個幾分鐘它就會去看一下行情，然後根據我們寫好的規則來判斷它是普通波動還是大漲大跌，隨後決定通知我。其實整個過程很簡單，拿行情算波動做判斷，發送通知。我會創建一個空目錄，隨後進入 Codex， 進入桌面端，確認一下位置，在桌面端創建一個 CryptoWatch 文件，進入這個文件，隨後確認一下它的位置，看一下裡面有什麼，只有2個點，裡邊什麼也沒有。接着我們進入 Codex， 它有2種情況，一種是你沒有安裝過，你按照官方的方式安裝；另一種是有 Codex， 我們直接輸入 Codex 按回車，然後它有一個確認。在這裡你可以選擇模型，這裡有模型，我選擇的是 GPT 5.6 SOL， 我選擇這個。你也可以選擇它的 effort， 有低的、中的、高的、極高的，這些你可以選擇，我們選擇 High 就可以。來看一下我使用的 Prompt， 首先在當前空目錄中從零創建一個完整可以實際運行的 macOS 的本地項目，名字就是 CryptoWatch。我們看一下它的項目目標，它是一個只讀取公開加密貨幣市場行情的本地提醒工具，這是它的不做的事情。技術要求有 Python 3、Python 標準庫。第3，真實市場數據，這是幣安的公開的一個數據。空控的幣種與規則，觸發的阀值。第5個是上漲和下跌方向的判斷。第6個是本地的 macOS 通知，通知的形式包括 CryptoWatch 幣種當前價格、最近1小時漲跌幅、上漲還是下跌、當前的觸發時間。沒有觸發條件時，放重複的一個提醒，默認是3分鐘。同一個 symbol， 同一個 direct 只提醒一次。然後損壞的 state 文件。demo 模式 ，demo 狀態必須和真實狀態隔離的。增加 demo 的狀態重置，它必須是掛進程的。這第14個，15個要有日志異常處理，比如說至少要包括網絡連接失敗、HTTP 非成功響應、格式異常等等。自動化的測試，我們弄好之後讓它自動化測試，它一個項目結構要有 readme。最後本階段靜止做的事情，完成以後必須自己驗收。最終的一個匯報，我們把它複製下來，隨後粘貼到終端，按回車，它會進行自動化測試。這是它做的步驟升級，檢查空目錄與項目約書，設計最小的清晰結構。現在做的就是這個目錄已確認為空，也沒有額外的倉庫指令。它會採用 SRE 模塊測試呢，全部採用 Python 的標準庫。這裡它一下子寫了很多代碼，它已經實現 README 標準庫的創建，是運行並修復問題。提醒我們25項自動化測試全部通過，它開始運行真實的終端並重置 demo， 執行2次 demo。第1次結果完全正常。我們再看它第2次的，因為我們採用自動的模式，它會自己運行的。這裡提醒我們避免了注入風險，不會正式驗收，這都是它測試的。這裡有一個詢問，是本地的環境，允許我在沙箱外調用一次 macOS 自帶的 script 來驗證。
本地的通知，我們選擇 Yes， 不是代碼語法問題。我們再來允許，這裡就有一個提醒，我們看一下允許，這又有一次測試允許，這裡你可以看到它有價格了，2次 demo 和真實已經達到預期，允許我在沙箱外進行一次公開無憑證的請求，我允許。這裡它告訴我們已允許聯網的環境下成功驗收，3個獨立的請求返回1小時行情，真實狀態也保留，它花了8分鐘就完成了。我們看一下它給我的一個結果，這是它創建的文件，測試數量25個，全部通過，運行 demo 1次、2次，並且進行重置清空 ，API 測試成功。這是依賴邊公開 API 和本地網絡可用性。macOS 會受系統通知權限和專注模式的影響。狀態文件為提供多個程序同時寫入的枷鎖，當前不包含後台定時運行機制。我不相信 Codex 自己寫的總結，我們作為用戶來真正的體驗一下。打開一個新的終端，我們放大一點。第一步，我們進入桌面端的 CryptWatch， 確認一下位置。我們來看一下它到底創建了什麼，有 README， 有 Python 文件 JSON。我們重點看一下 JSON 的它的狀態。這裡它使用的是 URL 時間，還有它的觸發條件。我們再來看一下它的狀態，這裡是它的一個狀態。我們叫它運行一下它的 demo 狀態，把 demo 進行重置了。我們把上面清空，開始第一次的人工驗證。最後我們運行 Python 這個 demo， 你在這裡可以看到運行成功 ，BTC USDT SOL 直接就告訴你，它也會在這裡顯示 SOL 的。我再來運行一下，一個是 OK 的，一個是它運行過就沒有了，是cool down的。我們抓取一下 demo 的運行狀態，這裡它直接就告訴我們了。隨後呢，我們打開 Cloud， 在這裡也是一樣的。如果你有 Cloud， 直接進入；如果沒有，按照官方的要求來進行安裝。我們必須把它待在同一個項目文件裡邊。隨後按回車，這裡我們可以看一下，我模型選擇的是 Sonnet 5，隨後 Effort 我選擇是中的，這裡還有位置，你都可以看得很清楚。我們看一下它這個獨立審查的 Prompt。你現在接手的是另一個 Coding Engine 的已經完成的項目 CryptWatch， 它的任務是什麼呢？找出真實問題，而不是重寫項目。第一階段，嚴格禁止修改，不要修改任何項目文件，目的只有一個：閱讀、理解、驗證和審查。項目的目標，這是直接告訴他的，有監控、默認規則、已知設計，有 demo 的模式、cool down。完成審核，重點審核的我會告訴他，有 API 的隔離、邊的數據語義、法址的邊界，這裡你都可以看到。跨進程持久化、馴化 state demo 的網絡隔離、demo 與真實的 state 的隔離，重點驗證有自負安全、日志系統、配置異常、時間邏輯，並發寫 state 測試質量、測試遺漏。還有證據規則等等這些內容，不算問題的東西，它也告訴我們了。最終的輸出格式，它都詳細的給我們。最後還是提醒他一句，不要修改任何的文件。我把它複製下來，最後粘貼到這裡。我採用的是自動的模式，我發給他，開始看着他進行工作。他開始找一下 Gator。這裡他花的有時間，有 token， 他現在做的工作是閱讀文件內容，畢竟我們只讓他進行審核，閱讀是非常重要的。他現在開始測試檢查文件 README Python 文件，我們看着他檢查，這裡他告訴我們25個都通過的。現在他開始檢查一下 demo， 檢查一下網絡，其他開始做。這閱讀 JSON 的狀態，你看到它立馬就出現一些提醒，這就是它運行的。
這是閱讀一個文件，運行 Python，開始抓取文件裡邊的內容。這搜索了3個模式，閱讀了一個文件，列出了一個方向，運行了2個 shell command。在這裡，它開始給我們收審核報告。我們讓它驗收的，它肯定會給我們。主要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問題。這它找到的安全問題，有低的，測試的。這個是完全沒有測試，我列出理由，這樣他花了3分鐘就完成了。我們找到了一個安全提醒，這是證據，這重新發現的，這是影響，這是他修復的，屬於併發問題。我們只修這一個，我會輸入下面這個提示，根據你剛才的獨立審核結果，現在進入修復階段，這裡連個控制修改範圍，只修改已經明確的問題，是第一個的，它不處理第2個。修復的要求必須使用增程鎖，不要只鎖 save， 然後使用獨立的 log file。real 和 demo 必須繼續完全隔離，不要改變已有的業務規則。通知行為尤其重要，增加自動化的回測，保留原有的自動化寫入。修改完整的驗證，隨後重新執行驗收，清空驗收，最終給我的一個報告，這是它驗證的。這裡有一個提醒，如果不是 ready， 說明具體項堵塞，完成後停止，不要安裝藍器的。我把它複製下來，在相同的文件中粘貼到這裡，在相同的終端中粘貼到這裡，回車。你可以看出來，我們依然使用的是 Media Effort， 這裡只有一些提醒，沒有其他的一些動作。這是它開始閱讀 SRC Python 文件，這是它標注要修改的。它現在開始進行重新測試，又開始閱讀文件。測試方法也告訴我們運行 Python 文件。這裡提醒我28個通過，3個是 send， 它寫入一些文件。你看到上面直接就可以運行了，這說明運行是沒有問題的。隨後就是驗收報告，它修復方式直接告訴我們測試的方案、返回的、2次運行的。這裡提醒我可以進行 ready。我們把它移出桌面端，再來正式的安裝。首先我們退出 Cloud， 我們確認一下它文件位置還是在桌面端。隨後進入這個 project， 我是準備創建的，看有沒有，發現是這樣子的。隨後我們看看存在不存在，這裡它告訴我不存在。我們執行一個文件移動，再來確認一下位置。現在就在 project 了。我再來測試一下移動破壞文件沒有，使用這個命令行回車。這裡告訴我28個通過，這說明移動是成功的。我們在這個文件裡面輸入 cloud， 這是我使用的提示。現在在 CryptWatch 裡已經通過了代碼審核和並排修復，當前的位置是在這裡。這一輪的目標是幹什麼呢？增加正式的 macOS 的管理能力，同時增加一個臨時的 demo 藍旗的 agent 用於視頻驗收，不要真正的安装做的事情。然後等我人工確定之後，你再进行安裝。這是正式的模式，禁止使用的。Python 必須使用結對路徑，這是它的工作方向。日志 production 的安裝腳本，創建的 prod 卸載腳本，檢查腳本，創立立即執行的腳本。這是 demo 的安裝腳本、卸載腳本，內容還是蠻多的。這需要進行人工最終的確定。最後停止，不要安裝任何攔截的。我把這個 PowerPoint 複製下來，讓 Codex 讓 Cloud 給我做，回車。一步呢，開始運行這個項目，告訴我們這個狀態是存在的，檢查它的狀態。運行一個 command， 在這裡它一直在這裡運行，只能看着。這應該是運行寫入文件。這他寫的一個腳本，就是寫了49行，這是64行，這是寫了76行，是一個腳本。
會告訴你寫了多少行，這應該是一個解釋。Demo 已經安裝腳本，進行 shell comment，所有的語法是清晰的。然後測試在正式寫之前，2個都產生了。現在開始寫自動化的測試文件，升級，還有移除。現在開始運行整個的測試，提醒我們升級了這3行，添加了這3行，告訴我們所有的63個測試已經通過，28個原來的，35個新的。這是更新 readme， 又開始運行 shell 更新閱讀文件，這開始完成了，應該是速度還是很快的。總共花了5分鐘，這一步終於完成。5分鐘服務我們已經設置好，我們開始安裝，輸入這裡它安裝成功，我們退出所有的，等待它提醒。這裡你看到都有3次自動的提醒，是真實的。我們重新打開一個終端，進入這個文件，然後看一下它的日志，最新的你就可以看到價格它变化。運行完之後，我們一定要把它卸載，這裡就卸載完成。我再確認一下服務是否存在，這裡服務還是存在的。最後我們來做一個收尾，再檢查一下這個 demo 是否存在。這裡顯示這個 demo 已經沒有了。再來看一下整個的運行狀態，這個很多地方都是 OK 的，這也是正常運行的，這樣就完成了。最後我來做一個總結，我使用 Codex 終端從0到1， Cloud Code 終端從1到確定， macOS 發布讓你長期運行。真正有價值的地方是你的想法通過終端來實現，變成一個真正的軟件，讓它一直運行。